你知道吗？欺负有灵性的女人就是在作死，因为她是天选之女，从出生就自带保护神，她身上的通透智慧是经历了生活种种的打击磨出来的，她看得懂你所有的套路和欺骗，却依然选择善良待你。这样的女人，老天都会心疼的，庇佑她。但凡有人敢伤害她、背叛她、逼迫她，她不用管，老天自会出手。所以千万别惹一个有灵性的女人，不然老天都不会放过你。在我们身边，总有一些女生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。她们看似平凡，但是当你靠近她们，却能感觉到她们身上有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灵气。同时她们也是非常有福气的人，总是会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。灵性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它们源自于一个人的内在修养和生活态度。女人再漂亮都比不上有灵性，有灵性的女人都会有个菩萨相。一个女人有菩萨相，她就很好命了。其实做一个有灵性的女人一点都不难，你只要做到以下这几点就够了。一，她总是面容舒展，双眼有神，她的眼睛就像是会说话一样，总是充满了活力和自信。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，她都能从容面对，给人一种很安定的感觉。她的高能量会感染到周围的人，会让人不自觉地想靠近她。二，她不害怕一个人独处，反而觉得能在独处中找到自我。她习惯内省，自我反思，不会轻易被社会的条框所影响，也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束缚，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这种自由感使她显得格外有灵气。三，知世故而不世故，即便经历了再多沧桑，他们依旧保持着一份纯真和松弛，看透了世事，却依然保持着内心的纯粹和善良。他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懂得什么是对自己好，什么是对自己不好的。对于任何不好的人和事，他都不会去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四，他往往有着非常强的第六感，这种直觉和预感甚至能救自己的命，而且也能帮助他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，避免掉很多烂人烂事。这种情感共鸣能力也让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更加得心应手，即使他自己应付不来，上天也会通过各种安排来帮助这位有福之女。五，喜欢研究传统文化和国学，也喜欢阅读哲学相关的书籍，通过老祖宗的智慧汲取到很多做人做事的知识。所以一般来说，他们的悟性都很高，有着超强的洞察力和理解力，善于从细节中发现问题的本质，格局比一般人都大。六，外表看似简单，实际上内心有着清晰的边界感，懂得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界限，不会轻易侵犯别人的隐私，更不会允许别人随意侵占自己的空间。他们的生活态度简单而不失格调。七，独立且清醒，
有着清晰的自我认知，感情尚不粘人，她不会轻易患得患失，懂得在感情中保持自我，在经济上也有一定的独立性，懂得如何理财，合理安排自己的收入和支出，不会去过分依赖他人。有灵性的女孩，其内在往往散发着一种独特的贵气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如果你身上没有贵气，那你身边吸来的都是贫穷之气，就是一群倒霉鬼，一群怨妇，一群生命过得不好的人，那你就是个倒霉女人。所以我们说，一个人要命好，你需要去把你自己修炼成为一个贵气的女人。相由心生，一个人的这个面相是显现出来一个人的贵气。有贵气的女人都会有个菩萨相，她就很好命了。那么可不可以一个人他没有什么钱，他的文化程度也不高，但是他却身上给人家一种贵气的感觉，那是非常可以的。具体的做法其实很简单，把我讲的这3件事情修好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贵气的人。首先，第一个怨妇，她不会有贵气，天天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。她老喜欢问我为什么这么命苦呢？老天为什么对我不公平呢？我的孩子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我怎么瞎了眼嫁给这么一个渣男呢？为什么这些事情总发生在我身上呢？因为你是个倒霉女人。你看你问什么问题，你的内心就得到了负面答案，结果因为这些烂答案，让你不断地开始产生否定、怀疑和不接纳。尤其是那个不接纳，你就开始不接纳你的老公，不接纳你的孩子，不接纳你的生活，一切的不接纳。一个人一旦不接纳了，就开始产生否定和怀疑。我开始否定我的家庭，否定我的老公，否定我的孩子，否定我的事业，否定我的人生。它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，你会发现这一个人的精神内耗就越来越厉害，他就是一个全身充满负能量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其实最重要的方法是提升自己的情绪智慧。我们给大家的方法叫做要问好的问题，要下好的定义，以及要说好的语言。女人如果能借助所有的人和事，给自己持续的做积极的正向暗示，你这辈子就是一个有福的人。第二种有贵气的女人不跟容貌较劲。当一个女人特别的注重打扮容貌的时候，这个女人的贵气其实并不高，每天去琢磨脸上又多了一根皱纹，这里又多了几根白发，然后让自己搞成容貌焦虑。那么我们应该将注意力转向每天提升自己的内在美，让我们自己的知识，让我们的性格，让我们的智慧能够如何每天有所长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抗争岁月的衰老，但是我们一定可以提升我们内在智慧和精神的容貌。所以学习成长是女人最好的事业。第三个，一个有贵气的女人，她是乐观的女人，她看人看事看物都保持着一种欢喜心去对待，所以这样子的人她人缘好，她看你也喜欢，看她也喜欢。为什么她看人都喜欢？因为她有智慧，
因为他善于看人的优点。如果我总看你的优点，我为什么会讨厌你呢？那这样子谁受益呢？我受益，对不对？我不会看人不顺，因为如果你去讨厌一个人，你心生厌恶之心，那么你的负能量就出来了。负能量一出来，你的贵气就没了。有人要问，那有贵气有啥好处呢？这个好处太大了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有贵气，你自然吸来的是贵人，那么你就会营造出一个充满贵人的场。你的生命，你的人生，不管各个方面都会越来越好。所以任何一个人呢，如果你想培养自己身上的贵气，把我刚刚讲的这3件事情修好，你自然有贵气，它会让你的人生越走越远。那么一个女人的贵气呢，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与生俱来的，大多数其实都是后天培养而来。所以只有在你不断的努力去培养当中，才能够去自然的散发这种贵气，让人对你刮目相看。人人都说好女如佛，称赞女性美貌的极致，不是美女，而是菩萨。一个女人真正的美，不是有多漂亮，而是她乘愿而来，有大愿，有利他。这样的女人在人间才是真正的美。女人真正的美是菩萨相，这种美是无性别的，是至情之美，所以它叫菩萨相。有些女人喜欢什么？尖下巴、苹果肌、眼睛搞来搞去，其实无非你都想勾引和诱惑别人，她内在是有勾引的能量。很多俗的男人就很容易被这种东西勾引。这种外表的美，这就不真正的美，它没什么大的内在，它也是没有什么内涵，更没有什么优雅。而真正的美是脱俗的，觉醒神韵的女人就是菩萨，她是美的化身，是丰盛的存在。我因爱而来，为美而生，有这股当仁不让的力量，你才能彻底从此岸来到彼岸，彻底的了悟生命之美。好女人一定有菩萨相，菩萨相就会面带温暖，一种母性的光环和力量，像大山一样那么稳重，像水一样那么包容，这才是真正的成功的。这种人叫有智慧的人，平和、安稳、包容，给人看起来第一感觉是温和，是福气，是慈眉善目，是一切美好，是让男人没有任何邪念，是那种看起来非常圣洁冰清，颇有清水出芙蓉之感的女人。什么样的女人才容易修成菩萨相呢？首先是善良的女人。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，不管她是多少岁，她的容貌一定是柔和耐看的。她们不喜欢趋炎附势、刁钻，待人宽厚真诚。你待她如何，她心里面有数。只是这样的女人都是心有莲花，不忍心伤害别人罢了。相由心生，你的心决定了你的相貌。人心慈则貌美，人心善则面善。所谓福相，不过就是人心向善。拥有一颗善良的心才是最美的。有菩萨相的女人都拥有一颗菩萨心。其次，
是心宽的女人。有什么样的心境，就有什么样的行为。心宽的女人总是热情大方，这样的女人通常非常善良，看起来很显年轻，是拥有菩萨相的女人，是值得深交的，因为她们保持着一份童真，心胸开阔，不会过多的计较，常常展现柔和的眼神和慈祥的面容。不仅美丽，她而且会很幸福，在生活中也比较顺心，遇到不好的事情很快容易化解。第三，是有灵性的女人。什么是有灵性的女人？有灵性的女人外表平平无奇，但活得自在，举手投足之间竟多了几分气质和韵味。俗话说好女如佛，有灵性的女人都会有个菩萨相，眼里有光，心里有爱，所到之处都能洒满阳光，婚姻幸福，健康长寿。有灵性的女人，她看这个世界都是光亮的，看天天很蓝，看水水很清，她会懂得用美好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，看待生活。有灵性的女人心中都有一份母爱。一个女人，如果你能够把你的这种母爱去播撒到每一个人身上，那么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变得很幸福。每当我们提及菩萨相的时候，一个温婉可亲、端庄玉润的形象就会浮现在脑海。菩萨一词不仅寓意了女性姣好的容颜仪态，更涵盖了女性最优秀的品质，慈悲纯良。菩萨这个词甚至泯除了审美性别的差异和对立，从没有一尊女菩萨的形象会招致男人爱、女人妒的局面，更没有人会将男权社会下红颜薄命、红颜祸水等贬低歧视女性的词汇与女菩萨挂钩。可见貌如菩萨是中国传统审美的最高境界，是国人集体审美的共同投射，与宗教信仰无关，与性别年龄无关。菩萨一词本是佛教中的音译词，是菩提萨埵摩诃萨埵的简称，可以翻译为觉有情。觉是使动词，使有情觉悟之意。有情指的是一切有情感、有灵知的生命。佛家的生命观极其宏大，不仅人类是有情众生，猫、狗等动物也是有情众生。世间的万事万物，以物质形态划分的有色、无色，以意识形态划分的有想、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等等。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，都是有情众生。菩萨指的就是发心利益这一切有情众生的人。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，菩萨皆为男性，通常是伟岸俊美的贵族男子形象。而且佛经中说，一切诸佛菩萨成就菩提时，非男非女，随机应化，体现出众生平等，无有高下的基本教义。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，流传过程中被逐步本土化，佛经中诸多菩萨的形象也就发生了演变。东晋以前，我国的观世音菩萨造像几乎都是男性。东晋以后，观世音菩萨开始现身为女相，
一度男女观音同时并存。到了隋唐时代，观世音菩萨就都成了女身，甚至代表般若智慧的文殊师利菩萨造像也逐渐显现出女性化倾向。这无不折射出中国人对女性的潜意识崇拜和审美理想：慈爱端庄，温文典雅，胸怀宽厚，博爱无私。由此，宗教信仰融入了审美艺术，审美韵味又为宗教信仰增添了魅力，两者相得益彰，相映成辉。菩萨作为佛教文化的形象代言者，其仪态容貌已深深融入人们的集体意识之中，也为佛教文化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奠定了基础。佛经上说，菩萨们庄严殊胜的相貌并不是偶然得来的，每修100劫才庄严一相。菩萨修行要经过100大劫才能成就相好。比如佛陀本人在因地修行时，由于精进不懈，经过91劫才圆满了相好的果报。所谓相是指显而易见、一目了然的外貌特征，比如佛有手指细长，皮肤润泽，身形端直，两肩圆满，两颊隆满，齿白齐密等32种相。好是指细微难见，不易察觉，但能使人生起欢欣喜爱之心的外貌特征，比如眉如出月，耳后修长，鼻高不现孔，随众生之意和悦于语，自毛孔出香气，光照身而行，等是众生，不轻众生等80种好。两相合成为32相，80种好。在《金刚经》中提到32相问题时，佛陀强调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意思是转轮圣王也具备32相，如果仅仅以相的形式来寻找如来，就会把转轮圣王误当作如来。若以美好的色相、悦耳的音声来寻觅真如佛性，那是一种邪知邪见，并不能领悟如来真相。因为《金刚经》首先是破相的，破除世人对相的执着，指出一切相都是随缘而有，因缘假合，不断处于变化中，没有实性，如梦幻泡影。同样对于我们来说，纵使再怎么如花似玉，天生丽质，也经不起岁月的推敲打磨，韶华终将随水逝去，挽断罗衣亦留不住。既然我们的容颜只是空花一现，还有必要花100大劫时间去修正容颜吗？事实上，佛家历来重视梵行威仪的修持，为了整肃僧团的威仪，要求出家弟子在行、住、坐、卧4个方面都要有一定的规范，即四威仪：行如风，坐如钟，站如松，卧如弓。当年佛陀所有的弟子中，相貌最庄严、记忆力最超群的阿难尊者，正是因为被佛陀非凡的仪容、强大的气场所折服，舍弃荣华和美气出家，并终生服侍佛陀。当佛陀问阿难究竟以何因缘要跟随他出家时，
何难这样回答：我见如来32相，圣妙殊绝，形体映彻，犹如琉璃，是以可养。从佛剃落。虽然阿难出家的动机不纯，但毕竟促成了他跟随佛陀修习正法这桩大事，也从侧面反映出庄严美好的形象对于接引众生、传播佛法的重要性。试想，面对一个相貌可憎、浑身散发恶臭的人，你愿意停下来听他讲些什么吗？美是一种来自心灵的共振，是眼耳鼻舌身意的瞬间射手。所以我们看到自古流传下来的每一尊佛菩萨像，无论泥塑铜铸木雕壁画，皆是殊胜绝伦，令人见之顿觉可亲可敬可信赖，心灵很容易受到感染和震撼，乃至全身心托付之情油然而生。这即是拜佛像可以受益的真实含义。因我礼汝，因为所拜的佛菩萨的形象，激发起了来拜者的恭敬心、清净心、信任心、喜悦心、向善心等，拜者因此身心获益。所以拜佛就是拜自己的心，拜自己内在的佛性，庄严美好的形象，哪怕只是一尊泥塑土雕，竟能发挥如此大的精神作用，引得千百年来无数众生顶礼膜拜，香火不断。更何况是一个活生生的女儿呢？人人都说好女如佛，面如满月，目若青莲，低眉生慈，回眸肃穆，步步生莲，吐气若兰，行则上善，动则若水，生而为女人，本自具足这一切美好的潜质，只因凡尘覆盖，一时无法显现出来。所以女人一生修行的首要目标，就是恢复和重塑自己的菩萨相。有菩萨相的女人，所到之处都洒满阳光，所遇见之人都心生欢喜，如沐春风，所生活和工作的场地的都充满向上的能量。这样的女人永远不必依赖于男人，永远不必计较男人的是非评判，永远不怕年华逝去失宠于男人。菩萨像是历劫修来的，世间每一个女人的相貌何尝不是修来的呢？相由心生，貌由心转，世间的幻变万千，皆因内心意念而起。有什么样的心境，就有什么样的面相。女儿的五官七窍，就是一颗玲珑心所投射出来的相。而所谓面相，并非一定要貌比天仙才是好。除了先天的五官形状外，气质和神韵才是一个人内在精神的终极表现，也是真正可以保证你笑到最后的底牌。往昔一切起心动念，心态性格，言行举止，经过30年的日积月累，最终在脸上留下印记，并且日渐明显。岁月之笔是公正客观的，它总是经意或不经意间在你的脸上勾勒出内在信息。这位执笔之手恰是你本人，是你经常流露出来的面部表情及言行举止。正如相好记载着菩萨累世修习的信息，凡夫的面相也可以看出他的过去和未来。曾国藩在他的传世奇书《兵谏》中
透露自己的观人之术，即通过人的色与质，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命运前途。古往今来也有许多术士根据面相来推测人的未来运势。其实相术只是一种经验的积累，相由心生，由脸观心念，由心念知未来。这种能力我们人人都有。一个人是宽厚柔和还是性情暴戾，是诚实敦厚还是尖酸刻薄，往往在一见之下就可以略知一二，其秘密就在动心起念处。以念头与命运的关系来说，念头久了就演变为情绪，情绪久了就演变为性格，性格久了就演变为命运。以念头与面相的关系来说，念头久了就显化为表情，表情久了就凝固成面相，此面相即是所谓命运的投射，心才是面相的枢纽。看相不如看心，如果我们观察得足够仔细，就会发现人的相貌气运每天都在发生着细微变化。正所谓有心无相，相逐心生；有相无心，相随心灭。请相信，相貌是能逐步改变的。美好的仪态，和善的表情会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吸引力，让见者如沐春风，相随效仿。每一个女儿内在都藏着一尊菩萨，身为女儿，你本自具足，本自圆满，你不需要剃度，就可以做一个菩萨道的行者；你不需要披起袈裟，就可以为众生广种福田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修成菩萨相。愿你所到之处都洒满阳光，所遇之人都心生欢喜，生活和工作的场地都充满了向上的能量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